我们活在一个追求快速复原的时代，失落要赶快转念，悲伤要尽快放下，情绪不能太久，伤口不能太深。你被鼓励要坚强，要成长，要好起来。但没有人问过你，你痛的那一部分还好吗？疗愈不是一场比赛，它不是目标，也不是期限，它更像是一条缓慢的河，绕过你心里的石头，经过你记忆里的断裂，最后静静的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松一口气。你不是坏掉了，也不是需要被修好，你只是曾经受过伤，而现在还在学习与它和平共处。我们总以为好了代表不再痛，但真正的好是，即使还痛，你也不再排斥自己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伤口会陪你一辈子，它可能会在某些场景被触发，在某些梦里回来，但它不再决定你是谁，不再偷走你生活的光。那就是疗愈，不是清除痛苦，而是容纳它存在。当你不再逼自己放下，反而会更快找到平静。当你不再对抗伤痛，它就不再需要用痛来让你记得它。学会与伤口共存，是一种温柔的成熟。你不再问我怎么还没好，你开始说我愿意陪自己，无论还要多久。在这样的允许里，你不再害怕自己情绪化，不再逃避那些让你流泪的记忆，因为你知道它们不再定义你。你是那个选择温柔面对一切的自己，是那个即使心碎仍愿意张开手拥抱世界的人。疗愈不是让伤口消失，而是让你知道，即使有伤，你依然值得爱，依然能够前行。你不需要变好来证明价值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现在这样也没关系。这样的你就已经足够，甚至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所以放下那份要修好自己的压力吧。你不是未完成的任务，你是完整的人，只是带着故事。当你愿意不再抗拒那份痛，它就会化为你生命里最柔软的光，提醒你，爱不是修补，而是陪伴。而你也正在学会这样的爱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一场谈话明明只是几分钟，却像被抽光了力气。一个回应明明表面平静，内心却翻江倒海。你以为是沟通技巧的问题，但真正让你疲惫的，从来不是语言本身，而是你的灵魂在过程中不断对你呐喊。这不是你真正想说的。我们太习惯迎合，习惯微笑点头，习惯说些无关痛痒的话，习惯隐藏真正的感受，只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。但每一次压抑，每一次没关系，都像在灵魂的深处划下一道细小的伤，看似无声，却累积成内心的风暴。那些你不想再参与的对话，那些每说一句就心更沉的回应，其实是你灵魂在对你说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你不是怕沟通，你是怕再一次忽略自己。你不是讨厌人群，你是太久没说过实话。你不是情绪敏感，你是太会感觉他人的需要，却不再感觉自己的。真正的疲惫来自自我背离。你明明想拒绝，却说了好啊。你明明觉得不对，却微笑着敷衍。你以为在配合，但其实是在慢慢远离真正的自己。灵魂会在你沉默时发声，会在你失眠时提醒，会在你感觉无意义的时候
轻轻问一句：你还在听我说话吗？请你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说的话真的代表我吗？我答应的事是我想做的吗？我参与的对话有照顾到我自己吗？疗愈不是隔绝人群，而是让你在每一段关系中都不再遗失自己。当你越来越诚实，越来越勇敢说出真心话，你会发现疲惫的对话越来越少，真正的连结慢慢浮现。你不需要应付每一个人，你只需要开始听见自己，让对话成为连接，不是消耗；让语言成为桥梁，不是枷锁。从今天开始，请练习为自己说话，不需激烈，也不需解释太多，只要真实，只要不再压抑。那些让你疲惫的对话，不是你能力不够，不是你太敏感，而是灵魂在提醒你：我渴望真实，我渴望被你选择。你值得一段不需要委屈的交流，你值得用语言保护自己的边界，你值得听见自己每一次想说却没说出口的声音。因为真正的安定从来不是来自讨好，而是来自于你终于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我们总以为黑暗是要被赶走的，那些让人羞愧的想法，突如其来的情绪反应，还有过去那一段不想回头看的记忆，我们把它们关在心里最深的房间，上了锁，说服自己这些我不需要了。但它们从未真正离开，只是等待一个时机，用梦境，用情绪，用人际关系的冲突，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不是为了报复你，而是为了提醒你，我曾是你的一部分。阴影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灵魂里被遗忘的那个角落，是你曾经无法处理，无法理解，来不及爱上的自己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表现得好，要积极向上，要理性冷静。于是，我们把哭泣、愤怒、嫉妒、恐惧、软弱，都贴上不好、不应该、不成熟的标签。我们努力让自己变成光，却从未学会如何与影共处。但真正的成长，不是排除阴影，而是回头牵起他的手。阴影里有你曾经的痛，也有你未曾表达的渴望，有你为了爱所压抑的脆弱，也有你为了被接受所放弃的真实。它不是来破坏你现在的生活，而是想问一句：你什么时候才愿意带我回家？疗愈不只是拥抱光亮，更是给那些你不敢面对的部分一个位置，让他们知道你不再排斥，不再逃避。当你愿意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你的阴影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柔软。它并不是怪物，它是那个在某个阶段为了保护你、守护你、代替你承受痛的人格碎片。它只是太久没被爱了，所以它尖锐，它反复，它敏感。但当你开始理解它，它会变得安静，甚至成为你力量的一部分。因为所有阴影里藏的其实都是光，是你曾经失去的勇气、直觉、天真与真实。你不是只有光明的一面才值得被爱，你整个人，连同那些挣扎与混乱，都值得完整的存在。你不需要修掉阴影，你只需要拥抱它，告诉它：我现在能够看见你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内在的战争就不再是战争，而是一次一次的和解。所以，当你下次感到焦躁、恐惧或不安，
请不要急着修正自己，请你先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我正在敲门，想被我记得？接住它，不是示弱，是你终于愿意完整的爱自己。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再只是一半的自己，你开始真正成为完整的人。不是所有的勇敢都带着呐喊，有一种勇气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黑暗里，不逃，不急着点灯，不急着转身，只是陪自己，陪那个哭不出声的自己，陪那个在心底深处还在等待被理解的你。我们都曾经以为黑暗是不该存在的，太情绪化，不够积极，太怀旧，太容易崩溃。我们在这些标签里学会压抑，学会把自己不够好的部分藏起来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掩盖，越是孤单？你在别人眼里表现得很好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那份压力从来没减轻。黑暗从来不是错误，它只是你经历过的一部分，是那些你无法解释的伤，来不及释放的痛，还有那些你以为必须吞下去的委屈。它们不会因为你不提就消失，但它们也不会因为存在就摧毁你。真正让你痛苦的，从来不是黑暗本身，而是你对黑暗的恐惧与排斥。你不需要一直强迫自己振作，你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失序，偶尔放空，偶尔无能为力。这不是懦弱，而是你愿意诚实地面对当下的自己。与黑暗共处，不是让黑暗主导你，而是你愿意看着它说，我不再逃了。在那份直视里，你会慢慢看见，原来你一直以来努力对抗的那部分，其实只是需要一点理解与陪伴。真正的光，不是排除黑暗，而是能与黑暗共存，依然选择爱的那份力量。当你学会与黑暗共处，你也会发现，你的底气变得不一样，不是来自外界的肯定，而是来自你内在的稳定。因为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能陪自己走下去。这样的勇气，没有声音，却无比强大。这样的勇气，不需张扬，却能支撑你一生。请你记得，真正的勇敢，不是从来不跌倒，而是跌倒后愿意抱紧自己，再一次站起来。与自己的黑暗共处，不是让你变得脆弱，而是让你变得完整。在那份完整里，你终于知道，你不再需要分裂自己去迎合谁的期待，你只需要好好的做你自己。这样的你已经足够，而且一直都值得被爱。我们常被教导要清楚、果断、一致，要有明确的目标、明确的选择、明确的立场。但生命从来不是单一方向的旅程，我们内心住着很多种声音，有的要我们追求梦想，有的只想安稳平静，有的想改变世界，有的只想安静地活着，不被打扰。而这些声音没有一个是错的，你不需要只是一个样子，你可以想前进，也可以选择暂停。你可以同时期待与害怕，同时坚强又脆弱。你可以有热情，也可以感到疲惫。真正让人疲惫的，不是情绪的多变，而是我们不断想要符合某个应该的样子。当我们否认自己的某一面，就像是割掉一部分灵魂，让我们只能以半个自己生活。真正的自由，是当你说我也是这样时，没有羞愧，没有自责，
只有理解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曾想压抑的情绪，那些你以为不该存在的面向，其实都是你的一部分，而它们都有自己的温度与价值。允许自己复杂，是放下对自我的审判，是对内心所有挣扎说，你也可以在这里。你不用永远积极，也不用时时平静，你只要诚实。当你允许自己同时有光与影，同时有爱与恐惧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完整。而完整从来不等于完美，它只是你与自己和好的样子。我们的灵魂不是直线，而是旋转的、蜿蜒的、有层次的。你不需要选择只活在其中一个面向，你可以活出一种更宽的自己，一种可以包容我有时这样，有时那样的自己。当你开始允许，就开始自由，不再急着变成谁，也不再怀疑这样的我可不可以。你开始明白，原来我可以不一样，却仍然值得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无论我有什么情绪，都可以接住自己。你越能接纳内在的复杂，你就越能在这个世界站得稳。你不再需要别人认同，因为你自己已经允许了全部的自己。这就是自由，一种来自内在的宽容，让你活得更真实、更柔软，也更有力量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